宋家赔了我5万块钱，大概这么厚一沓吧，换我女儿25年1条性命。我要了，我不能不要啊，因为我得在滨江过日子做买卖。但是我想问你一句，就你们这么做，心里头、良心上过得去吗？乔总，能做的我都做了，我问心无愧。你问心无愧？那2个卖烧饼的，因为打架扒了女人衣服，死缓。一个高干子弟，糟蹋了那么多女人，5年，为什么呀？你们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呀？啊？因为他没有5万块钱赔人家吗？还是你们他妈势利眼儿，只敢欺负老百姓，见人下菜碟儿？乔总啊，您话不能乱说啊，法律是有原则的，法庭是有判断的，不是说你要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我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我想判宋晓光无期，判他死刑，可以吗？哎，你这同志说得好啊，特别好，原则判断。那我问问你，你的原则是什么？你是怎么判断的啊？你是用你手中的法律去判断谁好者谁不好者是吧？够了吧？可以了吧？他一直在忍让，你别得寸进尺。我是于高远多年的同学，我也是他的同事，我了解他的为人，我也知道他在这个案子上，他都做了些什么，他有很多苦衷，他已经尽力了，他对得起他审判员的身份，以及他作为一个法律人的操守。你女儿的遭遇，我们都很难过。我理解您的心情，但这并不能作为您恶意猜测他、随意羞辱他的理由。为了你女儿，别喝了，行了，都别喝了。让这个事情过去，让我们都向前看，可以吗？你们接着庆祝吧。应该是这么放的。郭叔啊，哎，郭叔啊，来车来了，还给你打一招呼。我不让他们来打招呼，非要过来要看你一眼。哎，你就是嫌领我们进门麻烦，我就是嫌领你麻烦。哎，这又麻烦你了嘿。行了，丫头，不是你们俩一来呀，这例会整个人都火爆了一圈啊，多好啊！我看着都高兴。哎呀，一路平安的啊！欢迎你们能再来啊！到时候例会他不见得在，我是肯定在。好，郭叔，这2天还得谢谢您。咋？我在这2天，比我跟外边那1年的收获都多。是吗？对。下一个节目，我怎么听着像挤兑我呢？不敢，他不敢，他也不会啊。郭叔，他这个人呢，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说话。哎呀。
于仲，你是不是觉得我跟杜小慧之间必有一个是凶手？去吧，举报我，万一我跑了呢？下午2点的票。郭叔啊，这啥呀？啊，这是今年年初上级领导看我们这生活太枯燥，就特意配了一台录像机。哎，这个袋子可不便宜，这都看不起。不是，我说这里边放的是，这是今年春节监区联欢会他们拍的录像带，这不是翻录好了，刚给我拿过来。哎，你干嘛呀？那这里边人都是咱们这儿的犯人吗？怎么了，于仲？你看，你看看，认识吗？认识吗？这好像是徐钊啊。他好像不叫徐钊，叫徐朝阳，是不是李慧？是编号1093，大前天来的，杀人未遂，判了死缓。杀人未遂，杀他老婆，他自己搞婚外情，把他老婆推下楼，结果人没死，成了植物人。那他，那个人是他学生吗？是，他老婆曾经也是他的学生。他在哪儿犯的案？南昌中院判的，应该是在南昌。他是一直在南昌吗？他之前也没有待过其他地方啊。然后他有其他的曾用名吗？一直叫徐朝阳？不是，那个公安和检察院调查的时候有没有提起他之前生活在哪儿，做什么工作，都知道吗？一仲，咱该走了，来不及了，真来不及了。郭叔，师傅送他们。去。咱们路上说。对，走吧，走，走，是路上说。走。你到了跟我说一声。一仲，谢谢你陪英杰来看我啊。看我就别客气了。英杰呢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孩，你知道吧？哎，行，我上车了，我知道。心里有点数。还有那个徐朝阳的事情，那个人，也许是我看错了，不去多想了。老张早就说我这心魔太重。我会继续核查的。你要是真要核查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之前的居住地，包括他的曾用名，之前干什么的血型，这一系列都得核查。我觉得你不可能安心做一个学者。说多了。走吧，一会儿天黑了。哎，谢谢。怎么了？还不好意思？李慧，我知道你在这里内心很平静，很自由，但是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我有这个预感。那咱们就随缘呗。走了。太晚了，我怕你路上不安全。
照顾好自己。谁？我谁呀？小花，我是你闺女是小花啊。你爱吃的面，来，快吃。咋能这个样子呀？咋也不给家里来个信儿，都以为你死了。比死还惨，还不如死了呢。我中间逃过，抓住就是一顿打，用铁链把我锁起来，拴在那个羊圈里。我还给你写信呢。妈，我这都是生到第3个娃，他们才看我松快点，要不然跑不了。我的闺女，你这啥命啊？太苦了。爸，你给我收拾点衣裳，要是有钱再给我点，我天亮就得走。干啥呀？我得跑呀！要是那2兄弟追过来怎么办呀？买火花了7000块。对了，钱新良呢？他是不是以为我跑了，没有再来找咱家讨回彩礼钱吧？你给了？你给了多少呀？钱新良判了死刑，进监狱了。我和你姐都以为你让他给杀了。他被判刑的时候，我们让他赔偿，他不赔，咱村就派了几个人过去把他家给砸了，把那有用的东西都抢到咱家来了。最后他家赔了咱1300块钱，说是啥丧葬费。说清楚啊！说清楚，你就得把那东西给人家还回去。那咱家拿啥给人家还呀？到底是一条人命啊！钱新良他再不是个东西，也不能让他因为我蹲1辈子监狱呀。反正人不是咱抓的，也不是咱判的，是公家说是他杀的，对吧？是，那就跟咱没关系，没关系。
你能捎我一段吗？行，没问题，上车吧。给我见局长，我有急事要向他汇报。书记，书记，通报个情况啊。贺局长，你说吧。今天上午，高新区派出所接到一位群众的报案，是位女性，31岁，自称叫于三花。对，就是被分尸的那个于三花。她说，当年她离开钱兴良回家的路上，在公交车站被人贩的灌药劫持，随后卖到山区里的农村，给2兄弟当媳妇儿，还生了3个孩子。前几天钻了个空子跑回来了。目前我们既没有验明她的身份，也没有验证她的说法。如果验明了她的身份，那么她的说法也就不重要了，对吧？对呀，这就等于是说，于三花没死，钱新良也就没杀他。那什么时候能够验明身份呢？目前他说的和我们掌握的都对得上。市里已经让公安局去保护他了，验 DNA， 这个100%错不了了。另外，当年的那具女尸重新立案侦查，立刻。出血干嘛呀？别担心，我们就是想确认一下你的真实身份。我就是于三花啊，还能是假的？我有些问题还要和你核实，请你如实回答我。钱兴良是你丈夫吗？是。是吧？我问你，8年前，1988年的8月11号到12号左右，你在哪里？在干什么？如果他真的是活着的于三花，我们怎么办？贺局，如果他真的是于三花，那就证明当年这个案子我们办错了。既然办错了，就应该认错、道歉、赔偿、追责。徐检，先走程序，再审钱兴良案。从法律上认定钱兴良是无罪的，这是一个错案。然后，该承担的责任我们承担。邱院长，书记，当时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江院长还没有退休，我还没有调过来。不过，既然这个案子是我们法院判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推卸责任，相关人员该办就办，不姑息。杀人犯判了死缓，结果死者坐着拖拉机自个儿找上门来了，这不是个笑话吗？公检法3道防线失守啊，同志们，这对我们的公信力、对党的形象造成多大的破坏啊！那当初口供怎么做到那么严丝合缝的？我们的审讯可能确实有不规范的地方。马上确认于三花的身份，这回绝不能再搞错了。还有，钱新良在哪个监狱服刑的？马上联系监狱，改善他的关押条件。谢谢。晚谁跟你谈退役生命会？你听说了吗？你说什么？于三花，于三花怎么了？他回家了，他没死。于三花没死，出去说。死的不是于三花，
河里那具尸体是谁呢？管他是谁呢，反正不是于三花。现在想想，咱俩怎么办吧？怎么办？立即给钱新良平反呀！不是，人家白做了8年了，幸亏当时没有立即执行，要不然的话，简直不敢想。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还万幸呢？那咱俩怎么办啊？这件事情是要有人负责任的，轻了咱俩就是处分，重了咱俩就别干了。我被各种运动蹉跎了30多年，我好不容易当回了法官，一直拿不到重要的案子，好不容易拿了一个案子，还倒了这么大的霉。梅老师，当初咱们要是再坚持一下就好。这不是废话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承认，当初你是坚持终止审理退卷的，可是我也如实的向审委会汇报了呀。最后是审委会最终决定判的死刑，又按照他们的意思，钱新良早就枪毙了。哦，现在查出来不对，有问题，搞错了，让咱俩当替罪羊，你觉得这公平吗？你先别着急，我觉得咱们先别想这么多了。院里的处理决定下来，怎么还得有一阵儿呢？对吧？小贤，你能不能找找于厅长？他是你的同学，他肯定会帮你的。帮你就是帮我，我真的不能担这个责任，我不能没有这个工作呀。小夏，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好吗？以前都是我不对，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帮帮我好吗？小夏，谢谢邱院信任，我一定把事情做好，您放心。哎，没问题，邱院，我手头还有些工作，我之后给您回复。哎，好，再见。进来。没来过我办公室是吧？夏法官太忙，也没机会邀请。坐。找我有事儿？于厅长，有件事想向您汇报一下。厅长，于厅长，你埋汰谁呢？啊？我跟你说，夏同志，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当上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你就没有机会直呼我大名了。请，于高远。哎，请说。于三花还活着的事应该是。所以你刚才在食堂跟我说让我推给审委会，就是这个意思呗？我怕他们直接找你，没有机会做工作。刚才邱院长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情交给我来处理，那就好办了。我记得很清楚，你当时是力主终止审理、退卷补充侦查的，对吧？那就没问题，就算追全院的责也追不到你，还应该肯定你。不是，我不是为自己来的。再说，我也不能说是没有责任。如果我当时态度再坚决一点，坚持到底的话，可能结果就不是这样的了。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说清楚，我和梅法官是要负责任，但只能负该负的责任。咱院审委会建议死刑，省高院复核死缓，大家都是有责任的。你为什么死乞白赖的非得跟梅芳并列呢？你当时提出的退卷重审是记录在案的，是梅芳判的死刑。他只是宣读了审委会的决定。这个问题现在很大。3场会议开过了，公检法都要动，
你能把自己摘干净就不错，你还保梅芳呢。你听我的，不要轻举妄动。不好交代了，是，我多给你记点就行了。报告政府，钱一良到，请进吧。钱良，请坐吧。政府，我蹲着就行。钱新良，来，让你坐你就坐吧。钱良，今天提审你是有一些情况想问一问你，你要如实回答。是政府。当年你的案子，你为什么做了有罪供述？什么？也就是说，你是如何承认你杀了于三花的？报告政府，我认罪，我无法，我好好改造，重新做人。走走走。我命令你坐下。当年你是如何做的有罪供述？你和我们说一说，如实说。政府，我已经认罪了，我一直老实改造。我今年积了80多分了，如果积到100分，我又能减3个月。钱新良，人不是你杀的，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杀的呀？我们希望了解事实真相。政府，你刚才说什么？你们知道不是我杀的，政府。我冤枉，不是我干的。来，请来，今天怎么这么多武警啊？从南方转过来的都是武器以上。所有人下车。有思想准备啊！这些犯人的工作最难做。后续排队。从南方忽然转到这儿来，环境落差太大。这人呐，他有时候一感到绝望，他不知道会做出什么呢。走快点，走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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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的，都排好。那个人好像有膝关节病，回头得找医生给他看看。都排好啊！快快快快！严继才下来，下去！我是下来车，我是冤枉的，下来杀人！严继才，我是冤枉的人，下来，下去！我不下，我不下！我是。哎，就这批里这样的人多不多？目前就这一个。哎，遇着这样的，麻烦在后边呢。我不下！志良，下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老实点，我没杀人。你给我老实点，你老实点。我为什么要下？我是冤枉的，别动！我冤枉的，是冤枉的，我没杀人，我没杀人。我他妈是冤枉的！刚才喊冤的那个叫严继才，一进来就这么闹腾，这种表现我还真是头一回见。这样的我倒是见过。哎呀，这样的人啊，
他真是，他打心眼里他不认为是他自己干的，他倒没骗人。他耳朵里啊，他有一个小人儿，这小人跟他说，不是你杀的，你没杀人，你是被冤枉的。为什么？因为要没给这个小人安慰他，他要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没有人性的杀人犯，他就活不下去了。来，喝点水。谢谢师傅。烫。刘慧，你还年轻，咱没必要，也不值得把一生都压在这些人和这些事儿上。走吧，大好的人生在等着你呢！啊，什么意思呀？院里来了好几次电话了，说要调你回去，说你在这儿大材小用。这倒也是啊，你现在都博士了。再说了，哪儿有一个女同志在这一待8年的？该回去了。你不还在这待了20多年吗？你跟我比呀，我是无期，我离开这我能去哪儿啊？你都30多了，不想成家了，不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呀？我没想过，我不走。我跟院里说了，说你同意回去，这几天就回。你凭什么帮我做决定啊？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我商量过多少回了？你听我的吗？这次我还就替你做这个主子，你爱怎么讲怎么讲。你做主没用，不走。真不是我杀的，我是被冤枉的。我没杀过人。郭叔，哎，例会也在。哎呀，我有救了。这怎么了？这满脑门的官司啊！就那个严继才啊，他都快把我给整抑郁了。太顽固，油盐不进。你说他到这儿下车就关禁闭，放出来就脑袋撞墙，跟疯了一样。这才来几天呀，都关3回禁闭了，就在那儿一直喊他自己冤。是，我是一点辙没有了。你感觉呢？他冤不冤呀？郭叔，您都在这儿干20多年了，见过一个真冤的吗？谁进来不喊个冤呀？谢谢，郭叔。你们就和他谈谈，你告诉他。检察官已经知道他的事儿了，把他安抚一下，让他接受现实，安心改造。你这是等过上2个月，适应了，心死了，就不折腾了。行，我一会儿过去啊。例会一块儿去啊。他比你有说服力。例会可去不了，他要回城里。啊？真调回去啊？那我们这接下来的工作更不好做了。我一会儿准去。孙主任让我们告诉您一声，这个犯人特别危险。严继才，是吧？我和张检察官是驻监检察官。专门接受犯人申诉，在谈话期间，你能遵守监规吗？你们是啥？我叫郭达杰，他叫张立慧，我们来是专门听你申诉的。我冤枉了！别他，起来！我冤枉他！别他！我是冤枉！严继才，你要是再这么激动，我只能把你送回监室了。你是要被送回去，还是要跟我们好好谈？我好好说。起来吧，好好说，起来。
擦擦。严才，你是奸杀了一名乘你出租车的女孩才判的死缓，法律对你已经足够宽大。你40岁吧，已经服刑5年了。如果你认罪伏法，好好改造，你再有几年，你就可以改有期啊。10几20年之后，你就可以出去了。那时候你还不到60岁，人生还有一半呢。你现在这么抗拒，我是被冤枉的，我是被冤枉的，而且我知道真凶是谁。是吗？这真凶叫贾鹏，跟我一样，也在南路开出租车。你是南路人？啊，这个真凶贾鹏，他是在我被抓之后1年被抓的。我是在之前监狱的杂志上看到他那篇报道的，他的作案手法跟我的这个一模一样。那你是说，你看了一篇杂志就把案子给破了？那只要看看我的案卷，你再看看那篇报道，那是个人就明白，那不是我干的。那篇报道呢？我偷偷撕下来，一直带在身边，现在就在监号里，你可以叫人去取。那你的口供是怎么回事？他们刑讯逼供，屈打成招。严继才，我们现在可以忘记案卷，也不看报道，你自己把案子好好说清楚，照实说。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钱新良无罪，当庭释放。闭庭。姐，妈呢？妈没了。钱兴亮同志，当初是我们没有把好最后一道关，让你蒙受了冤屈，失去了人身自由。我代表法院向您正式道歉，对不起。是我们当年首先办了错案，我们错了，我们正式向您道歉。我代表滨江市检察院向您道歉。谢谢政府，谢谢政府，谢谢政府。钱新良你好，我是你案子的审判员，我叫夏英杰。我仅代表我个人向你表示诚挚的歉意，让你被冤枉，对不起，非常对不起。谢谢政府，谢谢政府，谢谢政府。新娘，走。我们家新娘回来了，她是白的。新娘，我代表全村欢迎你回家，总算是沉冤得雪，还了你清白，可喜可贺啊！真好了，辛苦你了。快回家看看，我们家新娘是白的。
妈，怎么走的？咱妈是急火攻心，受不了人言，哭瞎了2眼。咱妈是恨死的。星良，星良，星良，你是谭鑫，你一审时的辩护律师忘了？谭律师。当时要不是我告诉你庭审时候怎么说，他们能判你死缓吗？哦，我记起来了。刚出来吧，是要钱啊！不可以，村里说了会给补助。补助？就那点补助就把你打发了？你那可是彻头彻尾的冤案，8年大牢，白蹲。那怎么办？院长，我个人意见不成熟啊，您判断判断。我觉得这个事情说不定会变成一件好事儿。哦，您看啊，咱抛开岗位责任不谈，在这个事情上，您是一丝1毫责任都没有的。是，这是事实嘛，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在案件1审的时候，我们院的助理审判员夏英杰是发现了案情的疑点，并提出了异议，甚至是建议退卷补充侦查的。这说明我们院的年轻干部是具备专业过硬、态度认真、嗅觉敏锐的优秀素质的。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觉得夏英杰不但不应该被处理，应该表扬。这是积极面嘛，对吧？继续。第三啊，咱刚才说邱院，您在这个事情上是没有任何事实责任的，对吧？是。但是如果您作为现任院长，我只是提个意见，您斟酌。您作为现任院长，主动揽责，不仅保全了有实际责任的江县院长，让大伙看到我们对老干部的关心呵护，更让大家看到了我们现有领导班子对待棘手问题的态度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您这一个动作，威望也树立起来了，这何尝不是件好事呢？可是处分要是真的下来，我猜啊，邱院，不能说是100%。我们主动担责，顾全大局，这个在态度上肯定是没有问题。领导也不是睁眼瞎，对不对？我觉得不会跟咱们较真。如果当真是处理咱们了，心寒了，你说这以后还怎么办事儿？你刚说咱们，邱院，我是现任刑庭庭长，出任何问题，我一定跟你一起担责。那你的意思是？处理当时合议庭的主审法官，表彰助理审判员，您和我主动担责，请求上级处罚。高远了，哎，年纪轻、学历高、思路活，这可是你的优势啊。你看，咱们院的陆副院长、马副院长，眼看都快退了，我觉得咱们院的年轻化进程可以加快一点了。邱院，您的认可我已经非常感谢了。在工作上有个好领导，聊得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啊，姑娘，去哪儿啊？高新路。上来吧。师傅，你怎么不打表啊？师傅，你怎么不打表啊？我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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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表啊？我怎
这都不打紧。到了。你下不下？师傅，我能在车上等一会儿吗？我算您钱。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这都11点多了，我等着交班呢。师傅，我求您了，我要是等不到他，我一会儿也不好打车。等谁？你约人了？没有。这是我们初次见面的地方。我们每次吵完架，都会跑来这儿和好的，这是我们的约定啊。那你到底下不下？我去打个传呼，你等会儿吧。在高新路，你们停留了多久？40多分钟。然后你把他送到哪儿了？胜利大街，他下车，我回家。当时几点？夜里12点多。他给了你多少车钱？我没找他要钱。没要钱？你是靠开出租车赚钱的，拉了一个晚上不要钱，为什么？我看他可怜，我心软了。严继才，你要是这么不老实的话，咱们还有必要谈下去吗？我承认，我当时有点非分的想法。什么非分的想法？我看她长得挺年轻漂亮的，想给她留点好印象，等将来做个朋友什么的。可是你不是早就结婚了吗？我呢就是胡思乱想，我再怎么着，那我也不能把她杀了吧？你向他索要联系方式了？要了，他没给。所以你恼羞成怒，把他劫持然后杀掉，对不对？不对，那不是我干的。严才，我看你自从服刑以后一直在申诉，有回复吗？没有，相反，说我不老实，不认罪伏法，抗拒改造，所以从南路把我转到这儿来了。严才，你要相信法律，就算我们去调查，也是需要一定时间。多长时间？你能不能向我们保证你安心改造？不能，我没犯罪。必须保证，必须保证好好改造，我们才有可能考虑一下，重新调查这个案子。你们真会重新调查我的案子吗？看你表现。师傅，哎，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被冤枉的呀？先吃饭吧，回头我联系个车，明天一早把你送回去。我跟你说认真的。我听着呢。哎呀，你说说，大晚上的，带着个女孩子满大街转悠，不打表也不收费，回到家还瞒着老婆，那你说他图啥呢？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一切都可以解释，行为动机不超越合理怀疑。我不懂啥叫什么超越合理怀疑，反正我觉着不合理，而且很怀疑，谁听都得怀疑呀。梅姐，钱清良来了。你要去见一见吗？您坐呀。我蹲着就可以。别，
您坐着，咱们再说话啊。坐。来，钱先生，当年的事儿，真是很对不起。但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毕竟当时破案水平、认知水平都跟今天太不一样了。当然，无论如何，还是给您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代表我个人，向您表示歉意。没事。没事。这2位法官要是有这个态度，咱们这事儿就好谈了。您坐吧。来，坐。我呢，当事人一共在里面关押的是2941天，这期间，他们家多次的被这个于三花家砸烂，是吧？他母亲也因为这个事儿悲愤交加的去世了。你说这些损失怎么算呢？您的意思是？我呢，代理钱先生，正式的提出国家赔偿。谭律师，国家赔偿法刚刚颁布，具体如何操作，大家都还不太清楚。您做一下具体工作，细化一下。就比如这个100万是依据什么？太多了。这太让你说话了吗？谭鑫，你怎么这么对他呀？我怎么对他了？当初你是怎么替他辩护的？怎么现在还有脸让他闭嘴呢？哎呦，我当初怎么给他辩护？你们不都得判他死刑吗？对不对？啊，就算袁玉芳来了，跟我有什么区别吗？我提醒你们啊，严肃面对我们提出的诉求，不然我们将社会公开募捐，看看到时候谁给国家丢人。走。谢谢政府。不是你谢他干什么呀？没他俩当时你能进去吗？走。我就不应该道歉，让那个律师抓住只言片语，肯定会对咱们不利的。错了就该道歉，这没什么的。雷劈了躲不过那是没办法，咱俩也不能往上冲啊。梅姐，钱新良坐了8年牢，人已经毁了，您没看出来吗？我看出来了，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又不是咱们做的决定。我不管您怎么想，我是说不出来跟我没关系这种话。盛开在角落的正午，即滨江中院下一家法官评价时期。怎么样写的？手生没生？虽然这几年写的都是判决书，但是你帮我判断判断写的怎么样？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出了这么大的事故，现在成我的功劳了是吗？是你的，也不是你的。咱们院现在要树个正面典型，告诉大家，我们中院除了有像梅芳那样急功近利的法官，也有像你夏英杰这样坚守正义的法官。我跟梅芳本来就是一个合议庭的，我当时是我没有坚持到底，我选择了妥协，那就是应该要一起承担责任啊！你弄这个是什么意思呀？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感情用事啊？你如果听我的，能彻底跟这件事摘清关系，而且你获得的表彰远比你想象的要多。谢谢你这么为我着想。你还记得大2那年，咱们组队一起参加那个模拟法庭的比赛吗？记得，输给了一中，拿了第2名。这是我们第一次拿奖状。颁奖那天我们都喝大了，就我不相信我那么拼，竟然只得了第2名，喝得又苦又吐。是你一宿没睡，
爷爷给我画了一张1等奖的奖状，连公章都画得特别真。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以后我一定要拿一个货真价实的1等奖。所以这个功劳你值得呀。不，这次和那次一样，这个奖状是你画给我的，也是假的。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肖英杰。于厅长，请你相信我，我不害怕承担责任，我愿意为我过去的不坚定受罚，我也恳请你，让我正大光明的赢，行吗？小谢啊，于厅长说让咱们写个报告，你说是我写还是你写啊？您写吧。我写合适吗？您是当时的主审法官，就因为这个呀，我怕我写，他们说我避重就轻。还是你写吧，啊。好，那我写。但是你一定不能承认是咱们的问题啊！事实上，本来也不是咱们的问题啊。不管是死刑还是死缓，那都是上面决定的，这个真的跟咱俩没关系。梅姐，我写的话，我不会为自己辩护，我接受一切处分。不是夏英杰，你什么意思呀？你发扬风格，拿我当垫背的是吧？你接受处分，我是主审法官，会处分你吗？要是处分，也是先处分我呀。梅姐，您别误会，咱们是一个合议庭，案子是经咱俩的手判出去的，要说有责任，也是咱俩的。我一定和您有难同当。死者的8个指甲缝里发现了人体组织，这也就证明死者在生前与人发生过搏斗。他那个 DNA 跟严继才能对得上吗？对不上。那个案卷上怎么说的？案卷上说这些人体组织跟本案无关。严继才的律师也提到，严继才到案是案发后的第4天，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身上没伤，连一处擦伤都没有。死者难道生前没有反抗过吗？如果没有，那他指甲缝里的皮屑又是怎么回事？而这些皮屑又不是严继才的，这逻辑，师傅，你说这不是逻辑怪圈吗？他那公安是怎么解释的？他们认为严继才是突然袭击，女孩来不及反抗，瞬间失去反抗能力，这往往会造成明显或者严重的身体伤害呀。要不就是这凶手很专业，了解人体结构，他掌握一定方法。严继才有这样的能力吗？尸检报告上说女孩是被掐死的，头部没有受到过严重击打的痕迹。还有呢？时间，严继才其实没有可能在可控的时间里犯罪。监控视频显示的时间可以推断出来。哼，这么恶劣的强奸杀人案，最后法院只给了一个死缓，这能说明点问题啊？啊？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决。是，哼哼哼，又是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决。师傅，我觉得严继才真有可能是被冤枉的。冤枉的？那你告诉我真凶是谁呀？这篇报道属实吗？要不我去查查。
别了，我查吧。我准备把这些案卷再看几遍，然后帮你呢把疑点都整理出来，我再走。我不用啊，滚！我不滚。小夏，毕竟错案是造成了，院领导包括我，都主动的承担了责任。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接受。行政记忆大过一次，调离中院到基层法院去锻炼。那梅法官呢？他恐怕得离开法官队伍了。院长，能不能让他跟我一样去基层锻炼，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小夏，公安那边已经刑拘了3个当时的办案警察了，啊？于副院长跟我说了你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于副院长，还没正式宣布。不过这个事儿如果没有他，也不会处理得这么顺利。我知道你委屈，短则1年，长则2年，我还是希望你能回到我们中院来。谢谢院长，也谢谢于副院长。哦，对了，你要是方便的话，帮我劝劝梅芳。好。我跟她谈的时候，她的态度怪怪的。梅姐很重视这个岗位，肯定会很难过的，需要时间去消化。不，恰恰相反，我跟她谈的时候，她一直在笑，笑得我挺毛的。哎，小夏，我不招呼你了啊，你自己去喝杯水啊，我这站着手呢。别，梅姐，您真不能让我闲着，我待会儿再把您房子给拆了啊！我帮您干点什么吧？那你会切菜吗？把那青椒给我切了。哎，我洗过了啊。好。哎呀，你说这也是怪了啊！一开始的时候啊，我得有多害怕呀！我就觉得这天都塌下来了。结果院长找我一谈呢，我都没想到，心里这块石头就落了地了，人生开启了新篇章。是为什么呢？也许我这心里啊，早就不愿意当这个法官了。您不想当法官，为什么呀？不喜欢，也不擅长。我就是给我那个死鬼丈夫争口气。其实这些年，这口气早就不在了。你能喝点哈？可以。哎，再来喝上一杯。给，谢谢。来，走一个。好。哎呀，吃菜啊！哎。但我还是挺替您可惜的。小夏，你知道吗？我丈夫死了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也死了。我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快乐。我是背着他的尸体过了这10几年。哎呀，现在好了，不干了。痛快了，有人替我下这个决定了。梅姐，你慢点儿。没事儿，我真没事儿。其实我挺高兴的。我已经决定了，我要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过去，我要把他从我的生活里赶出去。小夏，倒是我觉得你挺可惜的，你不应该做这样的牺牲，去承担那些根本就不是你的责任。我跟院长跟前儿跟你求情来着，但是他没同意。谢谢梅姐，但这是我应该承担的。不管怎么说，从过去里走出来，找到新的生活目标，
找到新的生活方向，比什么都重要。为你高兴。是，我觉得也是。我真的应该谢谢你。其实是你改变了我的想法。我连安眠药都买好了。丈夫死以后，我觉得这辈子也不会有人跟我说那样的话了。咱们有难同当。虽然你没能判钱新良无罪，但是你救了我。你是个好法官。来，你要加油啊，当个好法官。下，我会的，加油。我会的，我一定会的。干杯，干杯！喂，我是陈一仲啊。陈一仲，你怎么知道这是电话的？找不着你着急啊，我跟老陆要的。2年一个电话没打过，突然就着急了。你怎么样？你还好吗？不错啊。你呢？我给你写过信。啊，对，是我看了。哦。你找我有事吗？有事儿。老陆要结婚了，然后希望咱们都去。真的假的？跟跟丁蕊，我没想到老陆还挺长情的，佩服他。我恭喜他。对啊，他想回南屿去办，然后想让咱们几个都回去。你去吗？那他为什么不自己打给我呀？是我拦住了，我得争取这个荣誉啊。你少贫嘴啊！我去不了。为什么呀？看老于也去不了，张丽慧又那么远，那就我自己去啊。这老陆也太可怜了吧？他可怜个屁呀！他。那个，哎，其实我挺想你的。你呀，你，哎，就你怎么能打电话说这事儿呢？你几年了你不联系人家，上来打电话你就跟人表白呀，多吓人呐！我没表白，你没表白，你在那你整那些。我本来就计划好了，我读完博士之后，我就跟他说，看看有没有机会。那不是你的计划吗？你知道人家现在什么情况，什么心情，什么打算呢？我想去找他。你那修法那么重要的事儿不干了？我现在不想干别的，我就想找他。你是喝多了吗？你现在就想找他呀？你不怕那俩老头给你剐了呀？而且我跟你说句实话啊，你俩在一块长不了。你异地恋那不扯淡呢吗？你不也异地恋吗？我是一般人吗？我呀。啥也不懂。喂，哎，蕊阳啊，是我跟一仲我们在一起那个商量婚礼的事呢，对，简办嘛，
是，咱肯定是减半，移风易俗嘛，是吧？啥？多少桌？300人呢？你不怕纪委查你爹呀？不，我错了。哎呀，你听着啊。哎呀，真疼啊！我自己扇的，老疼了，脸都打红了，真的。你不信你问一中，是不一中？他打了。有想有谁别说谁是，好，都听你的，行吗？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好。哎呀，陆总，久等了。那个老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边有事儿啊。哎呀，师傅啊，你这2天没来啊？我这2天回来趟家，我把老婆和孙女他们都送回省城安顿好了。要打持久战了嘛？打后方最稳定啊。打什么持久战啊？我的想法和你一样，这很可能啊，它就是个冤案。李慧，没有一个检察官希望从自己手里头制造一个冤案，但是也没有一个检察官不希望从自己手里头洗清一个冤案。我想把它翻过来。好，我跟你一起。幼稚！你知道翻一个案子它需要多少力气，费多少时间吗？我耗得起，你能耗得起吗？你才多大呀？我当然耗得起了，我就要跟你一起。你别给我争，我都快60了，这半辈子待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没多久就该退了。我不想这一辈子一事无成的。我之所以安排这么多，我就是想逼你走，明天必须得走。咋了？师傅，我舍不得。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成父亲一样。我从小又没有家，更不知道我爸长什么样。要是问我父亲应该有的样子，我觉得就是你这样。我不走，绝对不是因为那个案子，而是因为我舍不得你，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对不起啊。哎呀，行，我明天就走。我知道，你一个人也能把这个案子翻过来。我相信你。走。麻烦你再等我一下。啊，行。谢谢啊。哦。丽慧，你慢点吧。没事。师傅，那个严继才他情绪不稳定，你以后跟他谈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还有你那个降压药，你别忘了吃啊。知道。我看你这咳嗽吧，一直没见好，你找个时间好好去检查一下吧。哎，行，那我走了。丽慧。啊。我刚才打了报告了，说无人可替，需要你再驻留一段时间。如果他们要催得紧，你就往我身上推。哎呀，真的假的？真的呀。真的？当然是真的了。我说你这个小老头，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啊！你把我行李拿回来。我这啥意思吧？啊，咋我白来了？嗨，就跑一趟呗。师傅，师傅，一中啊！哎呦呦呦！哎呀！哎呦，师傅，这招，身子还那么好呢？还行，张法官，那我走了。哎，好好的，哎呀。
这是那个是，每月来一趟，咱师傅都陪着他聊了10几年了。这可老了不少啊，头发都快掉没了。哎，你看看我，比他悲惨多了。您不一样，您这显年轻。真行啊，你小子，你也学会了肉麻了。怎么样？这10几年不容易吧？学习呢，就是后悔啊，当初您跟我说的好多话，我要是早点明白就好了。你在滨江送那个案子，我听曾明说了。一中啊，你得这么想，那个案子要是放在10年以前，搁哪儿都得是死刑。好在咱们的法治现在还是在进步嘛，有些代价是不可避免的。时代的局限性，个人是很难突破的，明白吗？总之啊，要往前看，放眼未来。这些我都明白。老于也跟我说，他们也正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改判，或者给人减减刑。你看看，你看看，我说嘛，迟到的正义总比永远不到强。哎，陆泽明啊，小姐，你老丈人正找你呢。啊？那是高兴的找呢，是生气的找呢？他高兴过吗？快去吧，去吧。你这，哎呀，我先去，我这了吧。走。